史上最脑残的连杆关节，加上最弱智的折纸变形结构。DX9 mini 出品的这款人来，就这设计水平是怎么敢和官方正面硬怼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做博主拍视频就像是厕所调查兵团一样，抱着期待买玩具，就像是肚子疼用导航找厕所，结果到了地方发现厕所已经被拆掉了一样绝望啊！预定后一直在期待这款玩具到货，真的上手把玩以后，发现设计很烂，却为时已晚啊！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鲨鱼头。本期视频给各位带来的是这款 DX9 mini 的超级人来啊，它的合绘挺有创意的，名字 Superman 超人或者超级人，也有点谐音意味在里面，挺有意思的。关于这款玩具，首先我想说，看完本期视频，除非您是非常喜欢人来这个角色，能够接受这款玩具的种种缺点，或是纯粹抱着猎奇心理找乐子以外，我都希望您千万不要购买这款 DX9 mini 人来啊！在自费入手这款把玩一段时间后，我又想把它列入我的年度最差玩具行列了。这三位真可谓是各有所长啊！就先把他们分别暂定为年度最差官方玩具、KO 玩具和第三方玩具吧。之所以把这款 DX9 人来暂定为年度最差三方玩具的原因也很简单，就让我们先从人来普通模式的人形造型开始看起吧。首先，车头变形成为的普通人来人形造型，个人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小比例的尺寸下，它对于动画的还原度可以说是很高的。身形比较漂亮，漆面也比较闪亮。不过部分漆面的质量是真的不咋地。它的部分倒角和身形曲线也是非常漂亮用心的。不过它的烟囱在人形下完全没有卡位，而且旋转特别松，完全就是大风车级别啊，非常影响把玩时的体验。这个严重的问题也会伴随着它的每一个形态，每一个啊。再让我们看回人来的可动部分吧，它的可动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头部球关360度，还有抬头关节，手臂平台90度，360度旋转，大臂360度旋转，手肘弯曲超过90度。由于变形缘故，还有向后弯着的角度。手部球关360度旋转，四指可以一起活动。小人来的手指做的还算挺正常的，怎么大人来的手指就做成一坨屎呢？腰部旋转360度，也可以拉伸关节来完成一点点的腰转。说真的，设计师对于连杆弯腰就这么执着吗？这个连杆关节对于可动的加成，我只能说微乎其微啊，但它对于车型区造成了很大很严重的影响，这真的很让我崩溃啊！挑起这蹭漆有非常容易脱落的前裙甲和侧裙甲，就可以解锁90度的大腿前踢和侧踢，这里依旧比大人来的可动设计更好啊，或者说没有那么烂。大腿可以向外侧旋转90度，屈膝有着双段关节，大小腿可以进行贴合。但是双段关节的设计并不只是增强了可动，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啊。使用双段关节非常容易解锁变形成为超级模式时需要的膝盖反折关节只需要简单变形，我们就可以成功获得人来骨折显现了。它的脚部有一点前后接地，以及非常夸张的侧向接地。当然了，这个可动和它弱智的变形过程是有关的。不过它下半身的变形设计对于整体而言，甚至已经算是很棒的了。这东西的变形压根就不配用勇者之力的 BGM 啊。
说实话，变形过程非常的半手啊，车头处处需要翻转接位的变形，就只能变出一个这样咧着嘴的车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缺少卡扣啊。车头这里完全是靠着车顶零件和手臂结合，扯着整个车头密合的，这就导致车头正面巨大缝隙出现了。车头透明玻璃露出的拳头球冠真的很像两只眼睛啊！把这条缝隙看成嘴巴，再把变形安装上的神力战士看成鼻子啊，这个车头真的就有点汽车总动员里板牙那个感觉了，真的给我看的恐怖谷效应都犯了。神力战士变形过程很简单，但是尺寸实在太小，而且卡扣相当不稳定，非常小的球形关节也很容易脱落，把玩时需要非常小心，以免卡扣松脱，零件丢失啊。说真的，这对球冠真的有什么意义吗？谁会在乎这个小家伙的可动性啊？车型下的烟囱虽然有卡点，但是依旧算不上紧实啊。人形胸口更是透明零件穿轴旋转，我这里的零件似乎已经出现问题，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车尾部分完全没有结合的卡扣，没错，两条腿就这样耷拉在这里，人形腿部内侧的凸起完全是为了连接车厢而使用的啊。不过不管是否拉上车厢，这过于小巧车头的滚动性都非常差劲啊。大胆的车厢后，车头的转向能力还是比较好的，车厢的还原度也很高，但是离开车头以后没有明显的支撑架啊。不过这都不重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车厢更大的作用就是变形成为超级人类模式下的躯干部分啊。就别和我提什么基地模式了，我对 MPG 呢牵强的基地模式都不是很感兴趣，就更别提这个破玩意儿了。车厢因为体积更大，所以变形相比起车头而言没有那么半手复杂，但是大量的连杆和片片的堆叠真的让人相当难受。MPG 人来车厢也使用了很多的片片折叠，其实我对这点并没有很反感啊，但是 D-9人来车厢的变形真的有点像拼图了，各种连杆和平面翻折，又高度依赖燕尾锁扣的平面扣合，让变形过程真的算不上好玩啊。它小腿内部的卡扣并不算多，但是好在还算稳定反观它的可动倒是没那么稳定了。头部球冠360度旋转可以抬头，肩膀封件解锁平台可以达到90度，大臂360度旋转，平转360度，曲肘双段大小臂可以贴合，手部旋转360度，拇指为球冠，食指单段可动，后面三指双段联动，有2段可动关节。说真的，这食指做不了2段关节，咱就做成弯曲的造型好吗？一直伸出食指的手型真的不好看呀。大腿平转基本没有，打开后侧翼的裙甲就可以解锁一定的转腰角度。它也依旧有着一个双段拉伸的弯腰关节。是的，就算是要搞侧裙甲和后裙甲做成一体这样的弱智设计，它也要保留这个双段的弯腰关节啊。厉害，设计师，你真是太厉害了！更厉害的还有它那细小的大腿关节，
它的侧踢还算有力，但是前踢基本上就是不举。小腿本身就是零件折叠变形而来的，重量比较大，这样细小的关节阻尼还不好好调整，真是让人费解啊！膝盖这个双段关节更是超级无敌骨折设计，丑爆了，给人一种断骨连着筋的感觉。我恐怕这伤也是致命的。还没完，它的脚部接地甚至只有前半段的尾接地。今夕适合你啊，尾接地。那请问设计师是穿越过来的冰男吗？超级形态的可动范围其实非常够用，但是我还是要说，它的可动就是一坨屎。为了各种不明所以的可动关节，完全不管造型设计，做出骨折可动这样的弱智设计，真的是顾此失彼。说是魔怔了也完全不夸张啊！该好好保障的接地关节，又给我开了个古早设计的半接地玩笑。它背后的这根杆子更是没有卡位，会一直转来转去，非常讨厌啊！你搁这扣子旋风呢？做成这个样子，整这么多缺点，要让我如何评价它好呢？说真的，我感觉我骂它都已经骂到词穷了，它真的太烂了。造型方面说句实话，其实个人还算是比较喜欢的，除开胸口神力战士半遮半掩的大粪，容易松脱却不容易替换的面部头雕，以及这个丑到爆的可动手以外，我就没什么不喜欢的地方了。不过只凭这么一点点的优点，不足以让我和他这么一大堆的缺点以及那500块钱的售价和解啊！小人来膝盖脱臼，烟囱大风车，各种的漆面问题，半手的变形，缺少卡扣恐怖谷效应的车头，可动拉胯的合体形态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我眼里，这款玩具的设计真的非常拉胯。我甚至想发表我个人对它的一个暴论，我认为有 MPG 人来珠玉在前，这款 DX9 人来这样的设计能够实现产品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错误啊！更何况作为小比例产品，它还颇有自信的卖到500块钱的定价说真的，它的品质真的完全不值得啊！起码2张半以下才是我心里比较合适的价位。目前无论如何都不推荐大家入手这款玩具了。虽然才到5月，我就已经排出这么多年度最差玩具，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有些过于随意了但是我想说，这款 DX9 人来是真的非常差劲啊！重要的事情讲3遍，避雷避雷避雷。好的，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观看。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一键3连为小扎回血，关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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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是插一头，希望带给您更好的魔玩分享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